我把头伸到大嘴花里试试，这货舌头长得还挺俏皮。哎，今晚巨人僵尸来袭，感觉听起来挺难的。我真是小熊。在我的世界里玩植物大战僵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朋友们好啊！啊哈，没想到吧，这么快就加更了一期。上期视频我们不是做出了豌豆射手和向日葵的卡牌吗？正好这期就会有尸潮来了，我们也还有还手之力了。兄弟们，这期长按点赞，继续上岸，下期视频加速安排。点赞，点了吗？点了吗？我先回到邻居戴夫的房子里，突然发现有个不起眼的小门，打开进去以后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有着零零散散几只猫和刁民。就在我准备去找刁民玩耍时，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哎，我操，这就穿模了吗？直接把墙掏开！哎，我头吓我一跳。好嘞，这车看着有点熟悉啊。如果你已经认出了这车，就公屏扣波1。好家伙，潘尼的黑店潘尼的小店是使用宝石购买，这个宝石要怎么得呀？得挣多少个 W 啊？孩子，你把握不住啊！新的一天终于到来，接着做上期视频没做完的事，想办法把坚果墙和大嘴花做出来。哦，至于樱桃炸弹啊，上期是我低估了它的制作难度。坚果墙卡牌的话需要铁钉，而我的铁还差不少，看来还得下地挖矿。同时除了铁，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看似不重要的材料来去制作大嘴花。烧制好挖回来的铁矿，我们终于可以做出白卡模板，加上防御精华和坚果后，坚果墙卡片终于是完成了。坚果墙每放置一次消耗50阳光，我们就种在院子的前端嘛。等待卡牌冷却的过程中，我看了下帮助书，在这个世界中，僵尸的入侵分为很多种，比如水域入侵、万圣节入侵、橄榄球入侵等等一大堆。这么一看的话，那怪不得会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僵尸和植物。但就在这时，我发现，哎，我的向日葵呢？我的豌豆射手呢？突然少了好几棵植物，而且我还没受到僵尸入侵呢。这是植物种了一段时间后还会枯萎吗？还是说是什么其他原因？已经深入了解这个 mod 的观众可以分享下经验啊！就在我想要从帮助书找到答案时，突然响起了那个熟悉的音效。再看看右下角，果然僵尸开始入侵了。今天的僵尸入侵是橄榄球入侵，有铁门僵尸、橄榄球僵尸，还有暗黑橄榄球和舞王僵尸。好家伙，一上来就这么猛吗？然后突然豌豆射手们开始猛烈的射击，一只铁门僵尸和一个橄榄球僵尸从院子的左边来了。你听着，当当当当，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住口！这两货也太硬了，抱着我的坚果墙就死啃了。哦对，坚果墙类似于有嘲讽一样，僵尸们会主动锁定坚果墙，就这样一堆豌豆的轰炸中，好一会儿才打掉他俩。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攻击僵尸，接下来就当我改造围栏时，突然一大波僵尸正在来袭，哇哦！但就是说完以后好像半天没啥动静。开始了！我知道有个视野更好的地方，直接上楼把戴夫的玻璃敲碎。要这样俯瞰植物大战僵尸，就得这个第三视角才有那味道嘛。不过这大波僵尸好像也没多大，就刚刚一次来了3个普通僵尸，然后断断续续来了几个铁门僵尸，还有旗帜僵尸。哇！我收回上期视频的话，相比之前玩的那个 PVZ 地图，某种角度来看，其实这个 mod 才更加还原植物大战僵尸。这波僵尸还是很简单的啊，我们时不时还能抄起剑去帮植物一把。每次僵尸入侵会持续1整天。金币！僵尸被干掉后还会掉钱的啊，这样我们就能找戴夫买高级植物了。不是金币，是铜币啊！太失败了。接下来我开始研究更高级的植物怎么做。土豆地雷很简单，但阳光菇和喷射菇则是需要孢子。这孢子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弄啊，等明天一早出去想办法做大嘴花吧。突然一阵熟悉的音乐，僵尸入侵结束，然后紧接着新的一轮又来了，这次是植物僵尸入侵，有豌豆射手僵尸、坚果墙僵尸，甚至还有火爆辣椒、机枪豌豆啥的。好家伙，建议改名植物大战植物。这些植物僵尸就是头变成了植物，长得一个比一个憨天，同时拥有着和这个植物一样的能力。火爆辣椒会爆炸，豌豆僵尸会射击豌豆。我又跳出来了，我又站回去了。接着我踏上了寻找食人花的旅途，但是没想到这野外到处是僵尸啊，而且我这正好赶上植物僵尸入侵，这他妈到处是各种豌豆射手，然后我就是各种在野外原地暴毙。好在最后我还是到达了禅境花园，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区域，除了会生成坚果树和食人花外，更重要的是这里不会刷新任何生物，也就是说不会有僵尸了，我也就不用疯狂的暴毙了。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河对岸有个建筑，隐约看着是一个石质立方体，中间零散着红色花纹，应该是和僵尸有关的建筑。想小熊下期就进去探索的话扣1，想下期先看新植物的话扣2。咱们继续寻找大嘴花。
啊，对，就这小东西。这些食人花我们可以采集回去，这是用来制作大嘴花卡牌的材料。回到家，我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捡到了寒冰菇体验卡。这种体验卡用一次就会消失，算是一次性消耗品。至于这个寒冰菇的话，我不太了解，你们知道是什么效果吗？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我离开电脑去倒了杯水，然后回来时我的画面变成了这样。我想起了今早的时候，除了提示植物僵尸入侵外，还提示了迷雾来袭。好家伙，这就遇上随机事件了吗？这迷雾真的难受啊！它不是天气效果变成迷雾，而是直接一张图糊脸上了，而且这持续一整晚。然后这一整晚我都是利用这个迷雾边缘的视野去种植物，然后在精华块上放置挖到的安山岩，终于是挺到了天亮迷雾散去。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去水里就可以消除迷雾。刚刚说到放安山岩，没错，安山岩可以被精华块辐射成近战精华，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近战精华和用钻石做成的蓝色模板加上食人花做出大嘴花卡牌了。哎，新一轮僵尸是巨人入侵，还有这两个僵尸一看名字就知道不好整了啊！大嘴花放出来的样子非常还原，不知道能不能吞掉接下来的巨人入侵。兄弟们，上期点赞很给力，这期咱们继续冲上万，我就赶紧把视频往后制作。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期就到这儿了。那么我真是小熊，感谢观看，别忘点赞，记得下期来看啊，拜拜。